叶晨在感情上并不算一个聪明人，别看他已经跟萧初然结婚4年，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谈过一场恋爱。他从来没有与萧初然闹过什么矛盾，也没有生气吵架，感情一直是平淡中缓慢上涨，没有大起大落的感情经历，自然也就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体验。可是爱情里的大师，哪一个不是无数个风浪中拼杀出来的？对那些经验丰富的海王来说，只要一个眼神就能看出对方是否已经沦陷，但对叶晨这种没什么经验的小白来说，哪怕是对方当着自己的面哭出声来，他也 get 不到其中的关键。所以他见刘曼琼哭得梨花带雨，连忙说道：哎呀，不就是手机坏了吗？不要紧的，我再送你一台就是了，何必哭鼻子呢？刘曼琼的情绪有些崩溃，哭着说道：可是你再送我一台，也不是这一台了啊，我喜欢的是这一台。叶晨忙道：知道你念旧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手机摔坏了也是可以修的，换个后盖就可以了。说着，叶晨看了看时间，道：哎呀，现在可能有点晚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一早就拿去专卖店修一下，如果他们有配件的话，1上午的时间就能修好。如果他们没有配件也不要紧，我再买多一台，拆了给你当配件，这总行了吧？刘曼琼控制不住自己悲伤的情绪，但是又不敢说出内心所想，于是只能委屈地哭道：我想要的就是这一台手机，原模原样的这一台手机，如果换了后盖就不是这一台了。叶晨无奈，只能劝道：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买一个手机壳，你把手机后盖包起来，反正你这是玻璃后盖碎了，手机又没坏，装个手机壳能避免碎玻璃割伤，还不耽误继续使用。刘曼琼哭得更厉害了，说道：我不要手机壳，手机壳除了自欺欺人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叶晨懵了，他都想不明白，一向十分知性又理性的高材生刘曼琼，为什么会忽然钻进这种3岁孩子才会钻的牛角尖里。在他看来，不过就是一台手机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台新的，实在不行就修好它，再不济套个手机壳也可以照常用。如果这3个解决方案都不行，那这件事情就基本无解了。所以此时的他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劝刘曼琼。这时候，一直在不远处装模作样的拿着手机来回踱步的费可欣，忽然看到刘曼琼坐在那里不停地掉眼泪，心里暗道一声不好，连忙跑了回来，惊讶地问道：刘小姐怎么了？好好的吃着饭，怎么忽然哭了？刘曼琼此时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叶晨叹了口气道：哎，曼琼小姐把手机摔了，摔完就哭成这样了，劝也劝不住。费可欣看着叶晨，不敢置信地问道：因为摔了手机？你确定吗，叶先生？你是不是说错什么话，把刘小姐惹生气了？叶晨笃定地说道：我确定啊，就是因为摔了手机。说着，叶晨忙道：刚才曼琼小姐的手机摔在地上，后盖摔裂了，我的意思是去买一个新的，但是她说只想要这个，我说去换个后盖，她说想要原封原样的，我说买个手机壳盖上，她还是不愿意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她了。费可欣一听这话，瞬间就明白刘曼琼根本就不是因为手机摔了才哭的，所以他便对叶晨说道：哎呀，叶先生，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女孩子，我们女孩子行动力没有男生那么强，所以你不能只提出解决方案，你得直接帮忙解决。我看路对面的商场门口就有人摆地摊卖一些手机配件什么的，你赶紧去照着曼琼小姐手机的款式买个手机壳过来。叶晨一听这话，
便不假思索地说道，好，你陪着曼琼小姐，我去买。说罢便起身跑了出去。待叶晨走远了，费可欣才拉着刘曼琼的手，微笑着问他，你是不是知道叶先生已婚的事情了？没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刘曼琼身体一颤，抬起头看着费可欣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委屈不已地说道，他在这之前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。费可欣问道，他告诉你又怎么样啊？他告诉你，你就不会爱上他了吗？刘曼琼声音虽然哽咽，但语气很坚定地说道，如果他早点告诉我，我从一开始就会跟他保持距离。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第三者，就算我真的爱上他，我也绝对不会接近他的。费可欣笑着说道，你呀，想多了。你这么清纯可爱，怎么会是第三者呢？刘曼琼不解地问，他都结婚了，我如果还跟他走得很近，不就是第三者了吗？这跟清纯可爱有什么关系？费可欣看着他，笑问道，你才刚认识他，你就成第三者了？那你把我摆哪儿了？啊，刘曼琼听得有些傻眼，问他，费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费可欣笑道，你看，就算是按照先来后到，那我也应该排在你前面啊，如果我是第三者，那你就是第四者了。说着，费可欣自嘲一笑，又道，只可惜连我都排不到第三者啊，我可能充其量也就是第7、第8，或者第10、第1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样子吧。刘曼琼目瞪口呆地问道，费小姐，你也喜欢叶先生？费可欣撇撇嘴，认真道，何止是喜欢啊，我很爱他的好吗？说着，费可欣又补充道，我要是不爱他，我干嘛不远万里从美国飞到这里来呀？我刚接手费家，很多事情都要去熟悉，每天都要见不同的业务负责人，看不同公司的财务报表，整理不同公司的发展规划，忙得焦头烂额，要不是因为心里有他，我怎么会放下那么多重要的事情，跑来港岛陪他吃路边摊？还不是因为想见他吗？啊，刘曼琼被费可欣整不会了，她从来没见到如此坦诚的女孩子，更没见过如此豁达的女孩子。她忍不住问道，可你不是早就知道她结过婚了？费可欣听到这话，十分严肃地说道，她结没结婚是她的事，我爱不爱她是我的事，再说了，真爱这东西要是真来了，结没结婚挡得住吗？